公堂之上，知府朗声道：“一律格杀凶徒，情有可原，不予治罪。”冯先生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他跪在堂下，正要叩头谢恩，起身告退。谁知刚一起身，知府却抬手指住了他：“且慢！”冯先生心头一紧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名书吏正展开另一份卷宗，旁边还摆着一个铁盒。冯先生看见那个铁盒，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，他认得那正是自己亲手埋在书房地砖下面藏了整整5年的东西，里面装着的是一摞又一摞伪造的戒器、地契，以及这些年代人包揽词颂的分账记录。冯先生又惊又怒：“大人，方才不是已经开释小人了？”知府缓缓道：“开释的是杀张老二这一命案，这一桩是另一件事。”他站起身来，看着冯先生：“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杀了张老二，这世上就再没人知道你的局了？”后来不少老书吏翻起这桩旧案，都说邪门，一个讼师当堂验明是自卫伤人，照理最多算个失手斗殴，可谁能想到就在同一天，这同一个知府竟又把他重新拿下，数月之后一纸判决下来，判了秋后出斩。真正翻转这桩案子的只是一本账册、一只铁盒，还有送行筒里一条平日很少有人留意的律法。更没人想到，把这一切串到一起的人不是差役，不是仵作，也不是知府，而是那个一直躲在张家深宅里，终日哭哭啼啼，连一句重话都不敢说的寡妇王氏。一个足不出户的妇道人家，究竟是怎么把一个自诩算无一策的讼师一步步送进死局的？事情还得从半年以前说起。宣和年间，江南药材商张大官人做了20多年买卖，在本州排得上名号，家中铺面6间，药仓2座，银钱货物足有10万两家产。可就在这一年春天，他外出验货回来，夜里突然暴病，请了3位郎中，都束手无策。第二天天没亮，人便断了气。他死得太急，没有留下遗嘱，也没有儿子，整个张家只剩下妻子王氏。消息传开，街坊议论纷纷，最高兴的是张大官人的亲弟弟张老二。这人在本州出了名的不成器，赌钱、放债、喝花酒，什么都沾。这些年欠下不少赌债，全靠哥哥暗中填补。如今哥哥一死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奔丧，而是那10万两家产。办完丧事没几天，便揣着盘算去了州衙。我哥死了，家产是不是该归我？户曹老书吏翻着案卷，头都没抬，归不了。丈夫亡故，无子嗣者，其妻依法继续守业，管理家产，族人不得争夺。张老二急了，那我哥10万两银子就白白归了一个妇道人家。老书吏放下笔，可若你什么凭据都没有，州衙不会替你抢家产。出了州衙，张老二越想越气，正走神时，街角一个泼皮凑了过来：“二爷，脸色这么难看，官司没打赢。”张老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泼皮嘿嘿一笑：“哼，这种事你该去找城西的冯先生。前年李家的争产案，去年赵家的卖妻案，都是他赢下来的。只要律法里还留一条缝，冯先生就能替你钻过去。”张老二眼睛顿时亮了。城西一家不起眼的小院里，摆满了律书、契约和旧案卷。一个30来岁的青衣男子正伏案写字，此人姓冯，名谦，街坊都称他一声冯先生。名义上是替百姓写状子的讼师，实际上最厉害的是懂律法，什么案子能打，什么地方有破绽，
他扫一眼就知道。私底下有人说，冯先生眼里律法不是规矩，是买卖。官府一直把这种人称作荐讼之徒。地方官最头疼的不是盗匪，而是这些搬弄是非的讼师。他们往往不用刀，却比拿刀的人更危险。张老二进门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冯先生取下一本送行筒，翻到互婚律，又翻到债赋条，看了许久才合上。二爷，家产你直接拿不到。张老二急了，连你也没办法。冯先生笑了笑，不是没办法，是法子不对。他提笔写下2个字，守业，又写下债赋。官府不会替你争家产，但官府一定会替债主追债。你爹当年过世时，家产是怎么分的？张老二一愣，我爹走得急，铺子都记在我哥名下，我什么都没分到。冯先生眼睛一亮，假如你爹临终前交代过，买卖算你们兄弟2人共，由你哥接手打理，你这份先记着欠着，如今你哥一死，这笔记了20年的欠账该谁还？张老二脱口而出，嫂子。冯先生摇头，是张家的产业还，守业的是他，还账的也是他。张老二眼睛越来越亮，随即又犯难，可我爹压根没说过这话啊。冯先生气定神闲，这世上多的是没写下来的话，你爹走得急，没留遗嘱，可谁又能证明他生前当真什么都没说过？冯先生又说，你说是你爹心疼2个儿子，铺子记在长子名下，你这份算共有，这是当爹的最寻常的心思，旁人挑不出错。如今你哥没了，就剩一个妇道人家当家，这笔记了20年的旧账，可不就该翻出来了？张老二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心里却觉得好像本该如此。冯先生继续道，不过州衙不是傻子，这种分家文书得有你爹的押字，中人见证，纸色墨色都得对得上。20年前的光景，少一样都未必能赢。所以咱们先不忙着告状，先把这份旧文书找出来。张老二愣了半晌，忽然觉得背后发凉，短短几句话就把一桩根本不存在的20年旧账说得像真的一样。张老二走后，冯先生没有急着动手，他办事有个习惯，动手之前先摸清底细。第2天他换了身寻常打扮，在张家药铺门前转了大半日，又找老街坊闲聊。6间铺面，2座药仓，光是门前进出的脚夫1天就没断过。冯先生心里算了一笔账，案子若打成了，自己顶多抽300-500两辛苦钱，9牛1毛。他看着那几间铺子出神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，张老二这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5万两到他手里用不了3年就得败光，真正能坐稳这份家业的未必不能是自己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他先得让张老二把路铺平，自己再慢慢往里走。他很快摸清张家铺子20年前起家时不过1-2千两，这些年才做到10万两的规模。张大官人生前说1不2，家里的事轮不到旁人插嘴。这些天他花了不少银钱托人打听，送货的脚夫，账房退下来的旧人，府里不起眼的丫鬟婆子都被他悄悄喂过茶去，府里伺候王氏的丫鬟翠儿也在其中，只当是寻常闲聊，谁成想这些零碎话早晚会拼成一张网。冯先生把这些消息一条条记下，最后在纸上写下2个字，就是。回到小院，他寻了个曾在张家账房当过差的旧相识，姓周，早年因好赌被辞退，一直怀恨在心。此人记得20年前张家的一切底细。周账房报出2个名字，一个
是跟着张大官人跑川蜀进货的老伙计，前几年死了。另一个欠了赌债跑去了外地，杳无音信。冯先生府长笑道：好，就是这2个人。2人没几日便做出一份纸色发黄、边角磨损的旧契，落款处仿着2个中人的笔迹，画了押。冯先生把旧契交给张老二时叮嘱，这东西见得光就不值钱了，官司开堂之前你我知道就行，连自己婆娘都不能提。张老二连连保证。冯先生心里想的从来不是替张老二分家，而是借张老二把整个张家吞下来。与此同时，张老二天天往张家跑，翻账房、查仓库，逼老管家交钥匙，把老管家气得浑身发抖。王氏从头到尾没吭一声，只是照旧翻着流水账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忽然停下来，问老管家：这些日子是不是总有人打听老爷子当年是怎么把铺子交给大爷的？老管家一惊：夫人怎么知道？王氏合上账册，前几天西街刘掌柜来吊唁，随口问老爷子当年分家时留过什么话没有。我们2家素来不提这些事，他怎会突然问起？老管家脸色大变：我这就去查。几天后，老管家回来禀报，脸色很难看，至少有3、4个人在外头打听铺子怎么分的，有没有字据，中人是谁。他压低声音：翠儿，这几个晚上总往城西跑。王氏沉默良久，打听20年前的中人，这不是寻常好奇，是有人想在这件旧事上做文章。王氏说：绑了翠儿，明天还会有别人，与其断了这条线，不如顺着他看到底是谁。眼下怎么办？他站起身，取下那本厚厚总账放在桌上。就是我说不清楚，可这几年的账我说得清清楚楚。我要把这本总账送去州衙，请官府封存。老管家一惊，王氏平静地说：这件事到底冲着什么来，我还看不透，但我要让知府知道，这个家有账可查，不是随便什么旧话都能拿捏得动的。按宋代惯例，凡涉商账征送，官府可应请提前封存账册，以防篡改。老管家心里没底，要不要瞒着府里人？王氏摇摇头，目光落向门外。门外翠儿正端着茶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王氏嘴角几不可察地扬了一下，他知道不用自己交代，很快就会有人知道了。当天夜里，翠儿又去了城西。冯先生听完，眉头慢慢皱起。宋州衙请求封存。他手指在桌上越敲越快。他清楚这份旧契本就奔着过堂去的，他向来是让假的经得起官府自己来查。可这一回风险不在纸上，在人身上。原先他料着王氏胆小怕事，官司递上去他多半不敢细争，知府走个过场也就认了。可他这一手等于主动递话，我手里也有账，你拿真凭实据来见官，知府这边就不会再是走过场，两边都摆出证据，少不得要一条条对质。案子越往公堂上推，越需要张老二撑得住场面。可张老二这几日在赌坊酒肆里漏了口风，说自己马上要翻身，手里捏着稳赢的气。这种话传到知府耳朵里就是疑点。冯先生私下试探过他2回，只问了几句他就前言不搭后语，急得满头汗。冯先生看得清楚，这人一旦被架到公堂上，老练书吏3言2语一逼问，他10有8九要慌了神，什么都敢往外倒。他打定主意，先把旧气收回来压一压，等调教好了再递上去。谁知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张老二就自己先出了手。这几日赌债越逼越紧，放债的天天堵着门要钱，
张老二生怕官司拖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天一早，他没跟冯先生商量，自己揣着旧器去了州衙户曹，正式递了状子，请官府受理这笔陈年欠账。冯先生听到消息，赶去找他，一切已经晚了。状纸和旧器已经压在户曹案头，等着排期审理。他比谁都清楚，宋刑统诈伪律写得明白，诈为官司文书以求财者，准道论，赃款越大罪越重，5万两往死罪上够了。张老二压根儿不知道，这份旧器一旦被拆穿，等着两人的从来不是输赢，是一条命。事到如今，冯先生想收手也收不了了，案子不会因为他一句算了就自己消失。满城都在传张家二爷手里有稳赢的器，收不收手都收不回这些话了。冯先生第一次感到时间不在自己这边了，他在屋里来回踱步，忽然停住。若是张老二死了呢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他自己都愣了一下，可越想越可行。张老二一死，官司没了苦主，旧器没人追问，由来所有破绽都推到死人身上。自己再以揭发张老二伪造旧器，劝阻不成反被灭口的身份出现，不仅能摘得干干净净，往后还能借机接近王室，慢慢拿下整个张家。这盘棋越算越顺，冯先生脸上慢慢扬起一丝笑意。二爷，别怪我，怪只怪你偏偏挑中了我这盘棋。第二天，冯先生主动找上门。二爷，当年那2个中人已经不知去向，我寻到其中1人的旧相识，今晚城外破庙见面，把口供补齐，这案子才万无一失。张老二毫不怀疑，天一黑便跟着出了城。夜色沉沉，破庙里只点着一盏油灯。冯先生把账册摊在供桌上。二爷，过来看。张老二刚一低头，忽然背后一阵寒意，猛地回身，一道寒光迎面刺来。他下意识侧身一躲，本该扎进心口的一刀偏了半寸，扎进了左肩。冯先生，你疯了！冯先生没有答话，第2刀又紧跟着刺来。张老二顾不上疼，扑上去死死抓住他的手腕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供桌撞翻，油灯摔碎，两人从店内一路滚到院子里。张老二被酒色掏空了身子，没撑多久便渐渐力竭。争夺间，冯先生顺势一推，刀锋整个没入张老二胸口。张老二低头看了一眼，嘴巴张了张，一口血涌了出来，人便再没起来。冯先生大口喘着气，确认他断了气，才慢慢冷静下来。他把现场仔细看了一遍，供桌翻倒，挣扎的脚印，衣服上的泥土，张老二虎口磨破，这一切他都不用伪造，因为两人刚才真打过一场。他把短刀丢在原地，转身径直朝州衙走去。真正高明的人不是躲避官府，而是利用官府。子时刚过，知府带着仵作书吏、李正赶赴破庙勘验。老仵作先看四周，拖拽痕迹凌乱，供桌翻倒，油灯碎裂，院子里满是挣扎的脚印。随后验尸，胸口致命伤，左肩浅伤，右手虎口裂开，衣服前襟满是泥土。老仵作回禀，死者身上的伤与现场痕迹基本相符，双方确曾争夺兵器。知府点了点头，却没再往下问。仵作只能验伤，不能断案。争刀是真的，可为什么争刀还是未知。冯先生跪哭诉，说是自卫。知府沉默良久，将他押入州狱候审。真正决定冯先生命运的不是这场验尸。这几天张府后院也没有闲着，王氏坐在正堂，堂下跪着翠儿，两旁站着家丁。老管家关紧院门，低声说：张老二死了，冯先生自称自卫，
已被收押。王氏猛地怔住，随即一阵心惊。老管家说：“夫人，是不是我们逼得太紧了？”王氏沉默许久。张老二那点脑子编不出那么周全的救器，背后一定有个人替他出主意，比他精明太多。我们不过是把总账送去官府，让案子被认真细查，没想到他会选这么狠的一步。王氏语气低下去：“这条人命不该记在我们头上，可我心里也不好受。”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目光落到翠儿身上。翠儿早已吓得浑身发抖。王氏让人把一箱纹银放在他面前：“这是你的，你替人传话是为了钱，我不怪你。可你替冯先生办了这么多事儿，你觉得他会留着一个知道全部秘密的人吗？张老二已经死了，下一个该轮到谁？”这句话像一把刀刺进翠儿心里。他想起冯先生说过，做大事的人最忌留下活口。他瘫坐在地，失声痛哭。夫人，我全说。翠儿把一切供了出来，怎么把王氏的话传给冯先生，怎么替他打听府里动静。他还说出谁都不知道的事。有一回，他在冯先生书房外候着，看见冯先生搬开案桌下青砖，把一只铁盒放了进去，念叨着：“这就是我的保命符。”老管家听完，眼睛顿时亮了。王氏露出第一个笑容：“等的就是这个。”他吩咐老管家连夜把供词送去州衙。知府翻开供词，越看神情越凝重。宋代对伪造契券查得极严，一张假契能骗走家产，更能动摇整个民间信用。知府沉思片刻：“捕头，带人去搜冯宅，人证物证都要拿到手里。再说命案还在候审，不必打草惊蛇。”当夜，捕头翻出了埋在青砖底下的铁盒，连同假契、账册一并封存在案。这几日冯先生仍被收押在牢里，一门心思等着出狱，压根儿不知道家里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。数日后，州衙开堂，冯先生跪在堂下，听知府宣判张老二一案。他确属自卫夺刀，不予治罪。这几个字一出口，冯先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他正盘算着以揭发张老二伪造旧契的身份接近王氏，慢慢把张家变成自己的。这一局赢得漂亮，他忍不住想笑出声来，正要起身告退，知府却抬手止住了他：“且慢！”冯先生心头猛地一紧，抬头望去，只见书吏正展开另一份卷宗，旁边摆着一个沾满泥土的铁盒，正是他埋在青砖底下那个。原来这几天府衙早已按翠儿供词，把冯宅搜了个底朝天。冯先生一见那铁盒，脸上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他勃然变色：“大人，方才不是已经开释小人了？”知府缓缓道：“开释的是杀张老二这一命案，这一桩是另一件事。”第二天，州衙再次开堂，书吏当众拆开铁盒，里面是几十份假契和一本账册，记着这些年的分赃。某年替李家伪造卖契，得银300两；某月替赵家征产，得银500两。铁证如山。冯先生面如死灰，仍不甘心。张老二一案是他先动的手，草民只是自卫。知府说：“征刀是真的，这一层本官不追究。可若不是你先伪造了假契，张老二怎么会有胆子争家产？若不是你安排他赴约，他又怎么会死在那间破庙？”宋刑统诈伪律写明，诈为官私文书以求财者，准盗论，赃款越大罪越重。你图谋的是5万两家业，这个数目早够上死罪了。这条律法你比谁都清楚。冯先生终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数月后，判决下达：冯先生伪造契券，诬告亲财，
数罪并罚，秋后处决。张老二身死，命案不予追究。翠儿主动供出案情，一律减罪，发配外州服役。张家产业依宋刑统，仍由王氏继续守业经营。官府登记造册，不许他人再争。多年后，本州老人提起这桩案子，都说是王氏赢了。有人佩服他心思周密，也有人嘀咕说他赢得太狠。张老二那条命，说到底也是他送账去衙门逼出来的。这些闲话，王氏从没辩解过一句，只是听说他书房里那本总账从没让人再碰过。偶尔一个人翻账的时候，他会想起送账那天，翠儿站在门口端着茶盘一动不动的样子。各位朋友，世上的赢分两种，一种干干净净，一种不清不楚。王氏这一局到底算哪一种？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想得清楚。